3年前，我站在门外，看见苏泽轩的背影，听见他说：“我从没想过要和蓝心在一起。”他面前的女生看向我，露出一种带着胜利的微笑。我才知道，他的白月光不是我，一切只是我的一厢情愿。骄傲如我，从此逃离了他的世界。3年后，苏泽轩把我堵在角落，红着眼说：“蓝心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”蓝心，等等！我叹了口气，停下了离去的步伐。转过身，看着匆匆走来的苏泽轩，我再次懊恼今晚来参加这个天文社聚会。如果知道这是苏泽轩回国后特意组织的，我应该不会来。虽然3年未见，但是我仍没有做好准备，面对这个我曾经苦追许久却求而不得的人。我生硬地把嘴角咧开一个弧度：“学长，还有事吗？”蓝心，我送你回去好吗？苏泽轩目光深深，带着一丝期盼。我有些错愕，万年冰山居然会要求送我，就不怕他的白月光？许思田吃醋吗？不用了，学长，我自己开车来的。站在夜色里，我看不清他的表情，却听见他说：“蓝心，你换了微信，能不能加我？”我实在有些惊讶，苏泽轩何时对我如此主动过？果然，时间可以改变很多人很多事。就像我曾经对他的热爱与执念，也被时间打磨成消散的云雾。犹豫了一会，最终我还是点点头，互加了好友，挥手道了别。我转身就往停车场走去。拐向停车场时，我余光里似乎看见苏泽轩还站在原地。回到自己的小公寓，我又想起了那段封存已久的时光。大一那年，我和室友叶妹一起加入了 Q 大天文社，在那里认识了天文社副社长苏泽轩。第一次见到他时，他一身简单的白衣黑裤，全身散发着清澈而干净的气息。俊逸白皙的面容，修长挺拔的身材，在我的心里凝成一幅画。那一刻，我沉静了19年的心突然躁乱了起来。后来，我开始有意无意地向老社员们打听苏泽轩的事。据说他成绩优越，才华横溢，是公认的冰山校草。他性子高冷，极少主动与女生互动，对追求他女生更是冷淡。让我高兴的是，他虽已大3，但目前还是单身。几次天文社活动与他接触下来，我的心越发为他躁动，总是时不时就想起他。我不得不承认，我喜欢上了苏泽轩。叶妹知道了我的心思，开始帮我出谋划策，还常在天文社活动上为我制造和苏泽轩相处的机会。在她的助攻下，我与苏泽轩渐渐熟悉起来。我常常寻找各种机会，在校园里与他邂逅。不知是不是错觉，我感觉苏泽轩对我不似对其他女生那样冷淡。一次关心活动后，叶妹借口有事先走，让他送我回去，他居然没有拒绝。一路上，我紧张而雀跃，反倒是向来清冷的他主动与我攀谈了几句。我一不留神被石阶绊了一下，苏泽轩一把扶住了我。等我站直身，才发现我的双手正紧紧地抓着他的右臂，而他左手虚环着我。我们靠得很近，我甚至能闻到他身上清爽的青草香。我不好意思地松开手，抬头却看见他的神情中写满了对我的关切。我鼓起勇气，静静地看着他，眼里是藏不住的爱慕。可他回避了我的目光，只是淡淡地说了声：“走吧。”我摸不透苏泽轩对我的心思，直到他貌似吃了我和孙旭的醋，我才大胆猜测他对我也动了心。孙旭是叶妹的老乡，与我们玩得颇好。这个叶妹口中长相不比苏泽轩差，而且个性爽朗热情，比苏泽轩更适合当男友的暖男细草。也不知为何不急着找女朋友，反倒整日围着我和叶妹转。他一直都知道我喜欢苏泽轩，在我心里，我们就是纯洁的同学关系。那天，孙旭破天荒地出现在图书馆，一整晚都坐在我身旁，被苏泽轩看见了。那以后，苏泽轩对我的态度明显冷淡了下来。直到2周后天文社活动，我找机会与他独处，他才开口与我说话。那天，他忽然说，语气中貌似带了点犹豫：“那个人是你男朋友？”男朋友？我有点疑惑，忽然想起他遇见我和孙旭坐在一起的事，赶紧向他解释：“不是，你别误会，那不是我男朋友，他只是叶妹的老乡，离我们走得比较近而已。我没有男朋友。”我紧紧张张地解释。哦，苏泽轩只回了我一个字，但嘴角明显上扬了起来，这让我大胆地有了他也喜欢我的这个猜测。几周后的平安夜，我决定有所表示。我精心准备了个礼物，把苏泽轩约了出来。我等在图书馆楼下，见到他后，按捺着紧张的情绪，把礼物递到他面前。学长，这个是给你的圣诞节礼物。苏泽轩看着我手中的礼物，脸上呈现出一种复杂的表情，不知道是惊讶还是开心。看他迟迟未伸手接过，我有些着急。学长，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，你就收下吧。但他最终还是没有接受，有些抱歉地说：“对不起，蓝心，我不能要。”我缓缓放下举着礼物的手，微微地低下了头，心里有些难过。我知道，其实他拒绝的并不是礼物，而是我的示好。我和苏泽轩相对无言，却听见一声蓝心。我循声望去，是孙旭。
他拿着几本书正向我走来，我不确定他是否听到了我和苏泽轩的对话。我还不知作何反应，孙旭已经走到我的面前，从我手中把礼物拿走，当着苏泽轩的面笑着地说：“兰心，这礼物不如送给我。”他不要，我却喜欢得不得了。我愣住了，看来是不小心被听了全程。我有些尴尬，而苏泽轩则眉眼中带着不快，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。我忽然反应过来，孙旭这是在帮我找回丢掉的面子。不等我回答，苏泽轩似乎不想再听我们的对话，默默地转身走了。望着苏泽轩远去的背景，孙旭没有说话，只是低着头看着手中的礼盒，静静地站在我的面前，不知在想些什么。过了一会，孙旭才抬起头，把礼物还给我，然后弯起嘴角安慰我：“兰心，是苏泽轩没眼光，你别不开心了。走吧，我送你回去。”那天以后，我有些挫败，一度失去了追求苏泽轩的勇气。1个月后，我生日的这天，却收到了苏泽轩送来的生日礼物，一朵纯手工的扁花。他一定是翻看了我的朋友圈，知道我喜欢扁花。所以苏泽轩究竟是什么意思？到底喜不喜欢我？如果不喜欢，那为什么会打听到我的生日，还送了这样一份心意满满的礼物？如果喜欢，那日又为何拒绝了我，而后也从未对我解释过？暗自纠结了许多天，我鼓起了勇气，把约他了出来，打算问个明白。那晚月色正好，我站在湖畔的柳树下，看着他在月光中缓缓向我走来，我的心跳简直要失去了控制。我静静地看着他，他也温柔地回望着我，空气中弥漫着暧昧的气息。我还没来得及与他说话，就听见一旁传来一个女孩气急的声音：“苏泽轩，是个齐肩发，扎着2个低马尾辫，身着牛仔背带裙，甜美可爱的女孩。”他看了看我，又看向苏泽轩，面露不快地质问道：“苏泽轩，他是谁？”这个问题我也想知道，他是谁？和苏泽轩是什么关系？为什么他会出现在这里？可我知道，我还没有追问的资格。对于他的突然出现，苏泽轩貌似也有些惊讶。在许思田持续的追问下，苏泽轩才淡淡的说：“许思田，冷静点，他只是我们天文社的一名社员。”所以苏泽轩是在向他解释。所以我在苏泽轩的眼里，只是他一名普通天文社成员。那之前他对我的好，只是基于副社长对社员的照顾吗？如果是这样，我今晚的表白注定只会是一场笑话。我的心沉到了谷底，口中涌出一股苦涩，但还是礼貌地朝许思田点点头：“你好，我叫兰心。”他没有理我，冲着苏泽轩大声道：“大晚上的，你为什么和他在这里见面？”苏泽轩眉头微皱，语气有些不耐：“许思田，你是不是……”我见气氛不对，想着既然是我给他带来的麻烦，还是由我来帮他解释吧。是我约的学长，本来有些事，但现在没事了。苏泽轩闻言看向我，目光深深。许思田站到苏泽轩的面前，挡住他看向我的目光：“没事了是吧？”那苏泽轩送我回学校，我看不到苏泽轩的表情。过了好一会，只听到他说：“兰心，我先走了，再联系。”他说完后，不等许思田反应，就已自顾自地往校门走去。许思田正欲跟上，突又回过头，拿出手机看向我：“同是天文社的呀，那加了微信吧？”兰心不敢看他们一起离去的背影，我站在原地，静静地看着湖面。第一次觉得同城6月的夜晚居然可以这么冷，冷得我的心都在颤抖。压抑着心底翻涌的情绪，我慢慢地朝宿舍走去。不过15分钟的路程，我却整整走了快1个小时。到宿舍后，意外地接到了苏泽轩的电话，估计是送完许思田，想起把社员一个人丢在湖边，有点过意不去吧。这是他第一次主动给我打电话，我紧张的手心都在冒汗。电话里，苏泽轩向我道歉和解释，他说许思田是他家邻居。下午我电话约他时，许思田正好在他家，应该是听见了。他也不知道许思田竟会跟着他过来，只是旧时邻居。可他今天分明是一副吃醋的样子，而且使唤苏泽轩的口气是那么的自然和理所应当。你和他关系很好吗？既然苏泽轩主动解释，我定是要问个明白的。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原来是他的小青梅啊。小青梅都可以用旧时邻居来介绍了，那天文社社员估计也只是客观陈述，不代表什么吧。反正许思田不是他的女朋友就好。虽然想起今晚我心里还是有点酸，但也不是不能理解。或许这就是青梅竹马的相处方式吧。只是理解归理解，一想起刚才他扔下我送许思田回校，我就什么也不想说了。挂了电话，躺在床上，我翻开许思田的朋友圈，第一条动态是下午才发的，特意从学校赶过来为周阿姨庆生，祝周阿姨永远18岁。点开下面照片，上面居然有苏泽轩，她和许思田站在一个气质端庄的中年女士的两侧，这个女士面上有苏泽轩的影子，应该就是苏泽轩的妈妈。所以今天是苏泽轩妈妈的生日，他们一起去为他妈妈庆祝，这是多么令我羡慕的一种关系啊！在我还未抵达他的世界之前，有一个女孩一路陪着他一起长大，连彼此父母都那么熟悉。
他们互相参与了对方10多年的人生，成长中的许多风雨或许都一起度过，更不要说只是送回学校这种小事了。我承认我吃醋了，还是不会有人安慰的那种。不想自己继续找虐，我狠狠地按了关机键。我自认为不是个能奋不顾身、愿意不计后果去追爱的人。相反，我对爱情谨慎小心，畏首畏尾，像一只探出头寻找果实的松鼠，一点风吹草动就能把我吓回自己的动力。小青梅的存在让我默默地退回到暗恋的起点。后来，许思甜的朋友圈几乎成了我了解苏泽轩动态的窗口。他家的猫又肥了，他托福考试顺利通过了，他去建筑设计院实习了。每看到一条许思甜发的关于他的消息，我的心就酸涩的厉害。但我还是不愿屏蔽许思甜，因为我想了解他的近况。大4下，他完成了实习，回到了学校。我们时不时会在图书馆碰上，偶尔聊上几句，方便的时候，他还会送我回宿舍。我知道了，他也在准备留学事宜。我有些难过，对他的喜欢还未宣之以口。如果他远渡重洋，那我还有机会吗？在一个突然下起雨的夜晚，我们被困在图书馆。他不知从哪借来了一把伞，送我回宿舍。伞外是一片大雨倾盆的慌乱世界，而伞下是让我无比心安的人间。快到宿舍楼下了，我才发现他一直把伞往我这边倾斜，自己半边身子都露在伞外，都已全部淋湿了。那一刻，爱慕交织着感动，我只想与身旁的这个人一路走下去。快到宿舍楼下时，我终于做了决定。我停下脚步，转身面向他，把对他的心意说了出口：“我喜欢你，学长。”他有些意外，眉眼间先是欣喜，紧随的却是纠结和犹豫。他只是轻轻地说了声“我知道，蓝心”，然后就没有然后了。我有些紧张，紧紧地看着他，追问道：“那学长，你喜欢我吗？”他温柔地看着我，从他的眼里，我分明读出了他对我的心动。可是他却低着头，沉默不语，直到送我回到宿舍楼下，我也没有得到我想要的答案。我有些沮丧，还未弄明白苏泽轩究竟是什么意思，就听说他病了。原来那个雨夜送我回来后，他把伞拿回图书馆还给了同学，最后自己淋雨回宿舍的。我心疼不已。上完当天的课后，我带了一些水果，第一次迈进男生宿舍楼。他宿舍的门开着，有人在说话，是许思甜。他怎么会在苏泽轩的宿舍？许思甜面朝着宿舍门的方向，与苏泽轩面对面的站着。当他看到忽然出现在门外的我，眼里忽然闪过一丝诧异。接着我听见他问苏泽轩：“所以你喜欢蓝心吗？”我愣住了，停在门外。苏泽轩显然不知道我在身后，他貌似犹豫了一下，说：“我从没想过要和蓝心在一起。”他面前的女生看向我，露出一种带着胜利的微笑。我紧紧地握住了手里的袋子，生怕他因为我突然而来的无力感而掉落。所以你的选择一直都是我，对不对？许思甜说完，径直走上前，抱住了他。我知道许思甜是故意的。那一晚，他就知道我喜欢苏泽轩。他加了我的微信，不过是为了向我展现他和苏泽轩的关系有多么亲密，好让我知难而退。这一刻，他还是故意的，用最残忍的方式告诉我，苏泽轩喜欢的人是他，而不是我。我终于知道，他的白月光从来就不是我，1年多的喜欢，竟只是我的一厢情愿。我落荒而逃，带着他根本就不需要的温暖，逃离了他的宿舍。我落荒而逃，带着我的骄傲，逃离了他的世界。我从来都不知道单恋的失恋也可以这么痛。我拉黑了他和许思甜的所有联系方式，退出了社团，屏蔽了所有苏泽轩的信息。后来听说许思甜和苏泽轩一起出国了，在听到消息的那一晚，我在叶妹的怀里哭得像个孩子。他们是有情人终成眷属，而我在这个爱情故事里一开始就拿着女配的脚本，只是我一直不知道罢了。在我痛苦的那段日子里，孙旭和叶妹陪着我，在学习之余夜跑、爬山、撸串，帮着我一步步从情伤里走出来。后来，叶妹找到了她的 Mr. Right， 而孙旭和我则成了单身阵线联盟，成为彼此劝退追求者的最佳演员。那2年时光里，孙旭给了我无微不至的呵护和温暖。几次雨天，他也曾为撑伞。看着那向我这边倾斜的伞和他淋湿的臂膀，我才知道能给到这样贴心照顾的，不是只有爱情。时间是一剂良药。3年了，我早就放下了，只是我没想到他会再次出现在我眼前，还莫名变得主动。结束了漫长的回忆，不知怎地，我竟然有些想念孙旭那家伙。与他貌似有2个月没见了吧。毕业后，孙旭被抓回去继承家业，我们才知道他是个富二代。他爸没让他在同城的集团公司任职，把他派去外省工地干监工，据说是要求他从底层做起。近1年的时间，他常常在微信上陪我聊天，逗我开心。只是他太忙了，只能在一些重要的日子里抽空回来，当然从不会忘记给我和叶妹带礼物。叶妹多次私下问我，孙旭这么多年不找女友，一直对我这样好，是不是喜欢我？其实我也不是没有怀疑过。
我也曾试探地问他，你这样好的男生，真的不考虑谈个女朋友吗？他静静地看着我，问我，你忘得了苏泽轩吗？我有些莫名，不明白我问的问题和苏泽轩有什么关系。但彼时我并未完全对苏泽轩释怀，听他忽然提起，心情还是有些失落。他应是从我黯淡下来的神色读懂了我的意思，于是他露出了苦涩的笑，低声说，我也一样，心里有个人，轻易忘不掉。我顿时了然，原来他和我一样，心里有个求而不得的人。或许就是因为我和他有相同境遇，又彼此玩得好，所以他对我才格外照顾吧。我还在回忆里徘徊，就接到了叶妹的电话。她告诉我，方才聚会我离开后，她又与苏泽轩聊了几句，得知苏泽轩并没有和许思甜修成正果，目前是单身状态。然后叶妹小心翼翼地问我怎么想。或许她是见我追求者众多，却一直单身，觉得我只是嘴上说放下，实则对苏泽轩余情未了吧。我无奈地笑道，他单身还是已婚都不关我的事，不过是陈年旧爱，放在心里等着发酸发臭吗？我早就忘怀了。叶妹闻言貌似松了口气，最后她语调轻松地告诉我，方才她也得知孙旭近期就会回同城。不知怎地，我沉闷了一整晚的心情忽然就灿烂起来。加了苏泽轩微信后，他偶尔会给我发来问候，几次还试探地问我是否有空。他究竟是单纯想和3年不见的学妹叙叙旧，还是因为和许思甜分手了想退而求其次，我都不关心也不在乎。因为我并没有吃回头草的打算，不想与他有过多接触，所以总是淡淡的回复，礼貌的拒绝。只是没想到，过了几天，我却在公司门口的走廊上遇见了他。他屈着一条长腿倚墙而立，左手插兜，右手刷着手机，挺拔俊朗的身姿与帅气的侧颜，让下班路过的许多女同事都忍不住回头再偷看几眼。他还是那副模样，曾经让我怦然心动，一眼动情。但如今再见到他，我的心早已没有了往日的波澜。苏泽轩抬头看到了我，眼里露出欣喜，然后径直朝我走来。他说他特意来找我，想请我吃顿饭。我有些意外，但还是拒绝了他，因为面对他时，总会不自觉地想起那段忧伤的时光，我真的有些抗拒。兰心，我有些话想对你说。苏泽轩有些着急，眼神里带着恳求。从未见过这样的苏泽轩，记忆里清冷的他，何时会对女生这般低声下气？我有些不忍，最终还是点了点头。其实曾经的他不过是不喜欢我罢了，并没有做错什么，我倒也不必对他如此冷漠。走到广场喷泉前，苏泽轩停下脚步，直直地看着我。兰心，我想告诉你，我喜欢你。3年前你问我喜不喜欢你，我现在给你答案，是不是已经太迟了？苏泽轩突如其来的告白让我有些不知所措。兰心，在国外的这些年，我一直很后悔当初我不敢正视自己的心。我回来找过你，但听人说你和孙旭在一起了，直到前不久回国才知道那是误会。知道你这3年来都没有男朋友，我真的很高兴。所以，我是不是还有机会？我差点气笑了。难道苏泽轩以为我是因为对他念念不忘，才一路单身至今的吗？我不是，我没有，我只是宁缺毋滥。我只是第一次喜欢人就受了挫，所以对待爱情更加小心翼翼。况且当初他不是不喜欢我吗？不是说没想过要和我在一起吗？他的爱情选项一直都是许思甜，不是吗？难不成他和许思甜分了手就退而求其次来找我吗？如果是这样，苏泽轩的喜欢也太廉价了。我暗带着心底的不悦，学长，其实3年前我就知道答案了。那时我不小心听到了你和许思甜的对话，你说你从未想过和我在一起，你的选项一直都是许思甜。从那时起，我就知道你不喜欢我，一切都只是我的一厢情愿，所以我早就放弃喜欢你这件事了。过去了那么久，我不明白为什么你现在忽然说这些。苏泽轩貌似有些意外，我听到了他与许思甜的对话，有些紧张的解释，我喜欢你，很早就喜欢你了，只是我不敢承认。我从来没有喜欢过许思甜，但因为一些原因，我当初的确想过要接受他，只是最后我还是没能说服自己和他在一起。那天见了你，我觉得我还是没能放下你。我忍不住，所以来找你。我真的不想再错过你了。我不理解，曾经让我觉得自己只是一厢情愿的苏泽轩，为何忽然对我展现深情？如果当初苏泽轩真的喜欢我，怎舍得不给我回应，拒绝了我的礼物，漠视了我的表白，还说出从未想过和蓝星在一起这种话？我实在难以相信他所谓的喜欢。哪怕他最后也没有选择许思甜，但他确实在我与许思甜的天秤上一度倾向他，而不是我。真的没必要再纠缠下去了。他喜欢不喜欢我这件事已经不再重要，事情已经过去了那么久，再激烈的情感都已归于平静，没必要再去追根究底，维护好彼此之间的体面，不是更好吗？学长，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，我都忘了，你也忘了吧，我不想再继续交流，草草地结束了这次见面。回去路上，我莫名有些失神，
毕竟苏泽轩的告白曾是那些年里我极度渴望的。当初我探究着他对我的每个眼神、每个举动，总是试图从中找到他心动的证据。他若即若离的态度，似有若无的喜欢，常常让我辗转难眠。3年后的今天，在我已经放下后，他却忽然说他喜欢我。哪怕我不肯信，但他那直白和热烈的话语还是萦绕在我心头，久久不散。到了家门口，却看见孙旭站在我家门外，我惊喜万分，那些杂乱思绪顿时通通消失不见。询问下，原来孙旭刚到同城，一下飞机就来找我了。但我还没回家，电话又打不通，他只好在我家门口守着了。我拿出手机，原来是没电了。虽然每次孙旭回来都会与我约饭，但这样一下飞机就急匆匆赶过来找我，还是第一次。我这么想，也就这么问了，可他却不回答，只说他说服他罢了，这次回来后就不走了。我闻言格外开心。一整晚，我明显感觉到孙旭有心事，几次欲言又止，直到他离开也没有说出来。不久，叶妹的婚礼到了，她嫁给同是大学天文社社员的李明。这两人大二就走到了一起，爱情长跑了4年，决定携手迈入人生的下个阶段。作为叶妹的闺蜜，我自然是逃不掉为她当伴娘的。孙旭、苏泽轩也应邀来参加婚礼。举行婚礼的这一晚，我扎着弯鱼骨辫，身穿露肩小礼服，站在叶妹旁，陪她在门口迎宾。孙旭早早就到了，陪着叶妹和我忙碌。苏泽轩到的时候，孙旭正给我拿来一瓶水，要我喝上几口。苏泽轩对李明和叶妹道完恭喜，来到我的面前，深深地看着我，眼中似有千言万语。我一时不知作何反应。一旁孙旭见状，接过我手里的水，才打破了我的尴尬。婚宴开始后，作为伴娘的我得为叶妹挡酒。我不胜酒力，还好孙旭早早就为我准备了饮料，时不时以假乱真。走到苏泽轩这桌时，同学又起哄要我喝酒。苏泽轩不知我偶尔用饮料替酒，只当我已喝了许多。他眉头微锁，有些按耐不住，端着杯酒就站起了身。兰心喝的有点多了，可以的话，我替他喝吧。他忽然的维护之举，把我们一行人给愣住了。我分明看到不远处的孙旭望了过来，微微皱起了眉。没关系的，我拒绝了他，自己饮尽手中的酒。终于陪叶妹敬完了一圈酒，回到座位后才感觉到胃有些不适，我抬起手轻轻地揉了揉。今晚酒席开桌后，我没吃几口东西就陪着敬酒，胃不太舒服。孙旭应是发觉了，不一会就给我端来一份粥，说是到后厨找厨师要的。我心里一暖，笑着夸他果然是个贴心人。婚宴后闹洞房，我担心被整蛊。孙旭知道我的顾虑，说有他在，让我不必担心。闻言，我确实安心了不少。伴郎是李明的同事，长得阳光帅气，一晚上下来与我也算相识了。他与我被起哄同吃一个挂在绳上的苹果，且不许动手，只能靠嘴。其实苹果不算小，一人咬一侧并不会靠得太近，只是提着苹果的人存着捉弄的心思，在我要上嘴咬时把苹果提了起来，幸好我急急停了下来。我心里有些不快，一旁孙旭正欲发作，就见苏泽轩把苹果从那人手里拿了过去。他铁青着脸，看上去极度不爽。他稳稳地拿着苹果，让我和伴郎很快就吃到了苹果，结束了这次的戏弄。之后又有人想出了个新花样，让我坐在伴郎背上，伴郎得驮着我做满10个俯卧撑。我穿着的礼服有些短，正犹豫着用什么姿势坐下才能不走光时，孙旭已脱下了外套递给了我。等伴郎做好了准备，我正打算坐下，苏泽轩却不知从哪里寻来了一个坐垫，然后他把坐垫放在了伴郎的背上。洞房终于闹完了，我松了一口气。我看见苏泽轩紧锁了大半天的眉心终于舒展开来。婚宴后拒绝了苏泽轩送我的提议，我坐孙旭的车回了家。洗漱完毕，我静静地躺在床上，身体很累，却怎么也睡不着。今晚苏泽轩的举动一直在我脑海里翻涌。过了一会，门外传来一阵敲门声，打开门，居然是苏泽轩。他貌似有些醉了，身上还带着浓烈的酒气。我还愣在门口，苏泽轩已经双手握着我的肩膀，把我推进房间，顺势把我抵在墙上。我心里一阵紧张，学长，兰心，他直直地看着我，眼眶泛着红，你让我忘了你，我想我做不到。苏泽轩声音低沉，今晚看到你和别的男人一起站在舞台上，一起敬酒玩游戏，你知道我有多难受吗？我不敢想象，如果你真的成为别人的新娘，我会怎么样？我真的不能没有你。他好像隐忍到了极限，泛红了眼，往前迈了一步，双手撑在我两侧的墙上。兰心，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？这一次换我来追你。我被他困在墙边，他过近的距离让我有点局促。学长，我承认我曾经真的很喜欢你，当初哪怕知道你和许思甜很要好，我都说服自己要理解你们一起长大的情谊。但当我听到你说从未想过接受我的那一刻，当我看到许思甜拥上你的那一刻，我的心就死了。
这3年，我用了很大的劲，终于把你放下了。你也不要再执着了。苏泽轩沉默了下来，眼神哀伤。许久后，才迈着沉重的步伐转身离去。几天后，我在公司楼下遇见了许思甜。他说他是受人之托，特意来找我的。这天傍晚，他把我约在一家咖啡厅里，为我揭开了那些我不知道的过往。苏泽轩是单亲家庭，他爸爸在他2岁那年发生意外走了。当时他们家的茶馆才刚刚起步，他妈妈周阿姨一个人要带着苏泽轩，还要忙茶馆的事情。当时许思甜一家与他们住在同个大院里，每次周阿姨忙茶馆的事，就会把苏泽轩寄放在许思甜家里。许思甜爸妈很疼爱苏泽轩，经常帮着周阿姨照顾他。苏泽轩小的时候，在他们家的时间甚至比在自己家里待得长，因此一直以来，苏泽轩都很感激许思甜的爸妈。他俩上大学后，许思甜爸妈看出许思甜对苏泽轩的喜欢，又觉得苏泽轩对许思甜也颇为照顾，便向苏泽轩的妈妈提出可以让2人在一起试试。苏泽轩并没明确同意，但也没有表示反对。许思甜以为他这就是默认了，他觉得未来他们会顺理成章地成为情侣，结为夫妻。但大3认识我之后，苏泽轩就开始有些变了。虽然没有刻意与许思甜拉远距离，但分明已经有所抗拒。他知道苏泽轩因为感恩，不想伤害他，所以还是会遵守长辈的约定。所以那一日，他故意引导苏泽轩说出那样的话，故意拥抱他，想借此斩断我对他的期待。事实证明，他成功了。可是他俩一起出国留学后，许思甜想要与他更进一步发展成情侣关系，而苏泽轩始终没有接受。直到那时，许思甜才知道苏泽轩真的喜欢上我，再也没办法勉强自己。离你越远，他对你的喜欢似乎更清晰。他拒绝了我，跟家里人坦白，然后疏远了我。我不愿意这样。苏泽轩对我而言，不仅是第一个喜欢的人，也是从小到大一起长大的家人。这几年，我想通了。如果他不喜欢我，把他强留在身边，我们都不会幸福的。现在我已经放下他，开始了新的生活。前不久，我了解到你们之间存在的问题。我想，有些事他不会说，就由我来把事情真相告诉你吧。然心，你有没有可能试着再给泽轩一个机会？毕竟这么多年来，苏泽轩喜欢过的人只有你一个。听完许思甜的话，心情没有半点起伏是不可能的。我终于知道苏泽轩当初的冷淡，如今的热烈是因为什么。我也终于相信苏泽轩对我是真的有过心动和喜欢，只是他决定直面内心这份喜欢的时间来得有些晚了。时过境迁，那时的伤是真的，那时的痛也是真的。我不太确定是否要再给他机会，重拾与他的缘分。许思甜找我后的第3天，我在楼下夜跑，居然遇到了苏泽轩。他告诉我，他搬到我这个小区了，为的是离我更近些。我顿觉无奈，脑海里辗转了几百句劝退的话，最后也没说出口。搬到我们小区后，苏泽轩总是时不时出现在我面前。他有时会在早上拿着2份早餐等在我的车旁，有时会在下班后敲我的门给我送吃的。到了周末，还时不时会在楼下等着我一起夜跑。认识了那么久，我竟不知苏泽轩追起人来是这副模样。我曾以为是国外的3年时间改变了他，但有好几次看见他面对搭讪的女生，却依旧还是那副冷冰冰的样子。有一天晚上，同城突然下起了暴雨，公寓楼下积水很深。他来我家取了我的车钥匙，帮我把车挪到了地势较高的地方。回来时候，他一如往常没有进门，只是把车钥匙递给我就走了。我看见他在微凉的冷风中，浑身湿透，发丝滴着雨点的样子，想起了那年他撑伞送我回宿舍的那一晚，心里莫名有些难过。周末，孙旭来接我去吃饭，在楼下遇到了苏泽轩。当他知道苏泽轩搬到我们小区后，貌似有些烦躁。这晚，孙旭话比往日少了很多。饭后，孙旭把我送回公寓。在楼下，我与他挥手道别，却看见他也跟着下了车。然心，一起在小区走走吧。我想孙旭估计是吃撑了想消消食，于是点了点头。孙旭和我慢慢地走在夜色里，许久不说一句话。我有点不习惯他的安静，问他：孙旭，你今天怎么了？工作上是有什么不顺利的事吗？孙旭拐向人行较少的小径，停下了脚步，看向我，好像犹豫了很久才脱口：兰心，苏泽轩回来了，还回过头来追你。你会不会？我没想到他会问这个，但也不奇怪，他一直都知道我和苏泽轩的事。孙旭，不久前我才知道他当时拒绝我的苦衷，现在我并没有接受他。至于未来，其实我也不知道。虽然今晚的孙旭不似往常那样总是挂着无所谓的笑脸，反而略微有些严肃，但我没有多想，还是对孙旭毫无保留的实话实说。孙旭听完安静了很久，然后我听到他说：所以那么多年你就不曾考虑过我吗？我愣在原地，不明所以。这些年我一直在你身边扮演着好朋友的角色，你难道看不出来其实我喜欢你吗？
我在等你，等你放下苏泽轩，等你把心清空了，向你要一个在一起的机会。我太喜欢你了，我怕贸然说出心意，你会像疏远其他追求者一样疏远我，所以我总是小心试探，耐心等待。可现在，我觉得我不能再等下去了。蓝心，你能不能试着考虑一下我？我想起孙旭这些年为我做的点点滴滴，那样温柔而恒久的陪伴，那样细致而周到的呵护，我居然真的相信他只是有意。我是有多笨，这么多年来一再忽视掉他眼里不时透露出的深情。我一直把他当最好的朋友，从未把他和自己往男女之情上想。且现在我与苏泽轩剪不断理还乱，尚不知下一步会往哪走。孙旭此时的突然告白让我更加心慌意乱，一时竟不知该如何回应。我看见孙旭的眼里带着期许，沉重的让我呼吸都显得焦灼。我曾经为爱所伤，我知道给了无谓的希望，比一开始就拒绝更伤人。在我没有想清楚之前，我不能给孙旭任何承诺。孙旭，对不起，除了道歉，我竟不知能说些什么。我看见他眼里的光暗淡了下来，他貌似误会了，以为我拒绝了他。你记得我送你的第一个礼物吗？那个水晶玻璃音乐盒，我当然记得，那是一个水晶玻璃音乐盒，里面是一个身着浅蓝色裙子、长发及腰的卡通女孩，拧上发条，音乐盒中的女孩就伴随着悠扬的音乐声旋转于飞舞的雪花里。我看到她就想起我第一次看见你的时候，那是我们系第一次上公共课的时候，你穿了一条长裙，长发飘飘，从我的面前走过。那一刻，我才知道一见钟情这个词是真的，所以孙旭那么早就喜欢上我。那这些年，他陪在我身旁，看着我喜欢别人，看着我为别人心伤，以好朋友的名义陪着我走过一程又一程，心里该有多难受。我有些心疼，眼泪从脸上滑落。孙旭温柔地拭去我的泪，蓝心，别哭，没关系的。其实这些年，我不是没有想过这个结果，我早就做好心理准备了。你还记得毕业那年，我离开同城的前一夜问你的话吗？我记得。当时他被他爸派到其他城市，离开同城之前，我们在酒吧为他送行。酒后微醺，他问我是否还想着苏泽轩，我说我连他是谁都快记不清了。孙旭很开心，貌似开玩笑地问我要不要考虑和他在一起。我不知为何忽然有些紧张，虽然只当他酒后胡诌，但还是有些生气的，让他不许乱开玩笑。我说让你考虑和我在一起，你就生气了。当时我想，也许我永远走不进你的心，所以我不敢表白。可当我听说苏泽轩回来了，我还是不顾一切地赶回同城。我想我应该试试，至少让你知道，虽然我并不认为我有机会，可孙旭这个大傻瓜，这就认准了我会选择苏泽轩吗？看我依旧泪眼朦胧，孙旭努力把嘴角勾起，换上平日玩世不恭的笑脸逗我。蓝心，你可真不识货，我这样有颜有钱还专一的男人，不知道多少女生排队等着我去喜欢呢。以后你可别在我屁股后面哭着喊着要我回头喜欢你。我没有被逗笑，反而心头一紧，抓住了他的衣角。从孙旭的眼中，我终于看懂了那一片萦绕着忧伤的深情。走吧，送你回去。到了公寓楼下，在我进去之前，他轻轻拉住了我，小心翼翼地用双手扶着我的脸，在我额头上印下了一个轻轻的吻。他或许是想给自己的喜欢画上了一个终止符，但是他不知道的是，当下我忽然心跳加速，甚至连脖子都在发烫。我一直以为我只是把他当哥们，但他吻我时，我居然对他产生化学反应。我把对苏泽轩和孙旭的事都告诉了叶妹。原来叶妹早就知道孙旭喜欢我了，不久前苏泽轩回来的消息也是他告诉孙旭的，所以孙旭才会急冲冲地赶回同城。知道我对孙旭有感觉后，他异常欣慰，觉得孙旭追爱终于看到曙光了。面对自己说不清理还乱的感情，我选择了逃避。正好苏城分公司需要人事支援，为期半年，我于是主动提出了调任申请。我很喜欢这座城，只是远离了好友家人，偶尔还是有些孤单。还好叶妹时常与我联系，告知我同城的一些人与事。据说孙旭回集团公司后，被个懂事的娇宠女儿缠得头痛，且那女生长得不错，身材也不错。听了这话，我心里有些不是滋味，有股气憋在了胸口，怎么也下不去。去苏城的这半年，我时常想起那天晚上孙旭落在我额头上的那个吻，想起后来我那猝不及防的面红和心跳，我都不知道我这是怎么了。这些年我一直没有看对眼的人，我以为是因为我还未放下苏泽轩，却从未想过是不是因为孙旭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潜入了我的心。否则为何苏泽轩回来了，哪怕他说喜欢我还追求我，我也未曾动心。而孙旭的一个吻，却让我念念不忘了那么久。偶有几次，我从公司回临时居所的路上，貌似看到了他的身影。一定是我看错了，两座城市相距200多公里，他又怎么会莫名出现在这里？来苏城几个月后的一个早上，我忽然发烧了。我昏昏沉沉地躺在床上，第一次感觉到了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无助，忍不住往朋友圈发了句感慨。20分钟后，门铃响了。
打开门，站在门外的竟是孙旭。怎么可能？我一脸震惊。我看到你朋友圈，知道你病了，买了药和吃的过来，可怎么会这么快？所以我此前看到的身影就是他。因为我说需要时间想想，所以他来了同城看我，也都不敢出现在我面前。这是间酒店式公寓，除了浴室和阳台，所有功能区都在同一个空间里，本就不大的地方因孙旭的到来更显拥挤。以往和孙旭单独在一起，从未觉得有何不妥，可这次我却莫名有些紧张。我进了浴室洗漱，出来后看到吧台上摆了一碗某某粥铺的粥，旁边还有几盒药。孙旭走过来，轻轻抬起手，在我的额头上探了探温度。他和以往并没有什么不同，但我的心却没法再像从前那样冷静。他低沉磁性的声音，身上淡淡的草木香，温暖柔软的手都化为一片片羽毛，轻轻地挠在我的心上。在他关心的眼神里，我喝完大半碗粥，然后他帮我弄好了药，还给我倒了杯水。我乖乖地吃了药，然后愣愣地看着他。他的眼睫毛居然这么长，为什么这些年都没发现呢？他注意到我的眼神，忽然眯了眯眼，轻轻地笑了，嘴角弯出个好看的弧度。我的脸忽然红了，欲盖弥彰地转过了脸。安静了一会，我想起那个有钱有颜的大小姐，一股酸意涌上心来。你来找我，你那个懂事的女儿，有钱有颜的大小姐不会生气吗？谁？哪个大小姐？你说徐蕊蕊？我撅着嘴，有点赌气地说，我哪知道她叫什么？她生不生气关我啥事？我又不喜欢她。孙旭边帮我把外卖盒丢进垃圾桶，边说。突然转过来试探的，兰心是吃醋了吗？我立刻一口否定，我才没有。孙旭笑着拉长了声音，哦，没有啊，那眼里分明就写着我不信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叶妹早把我对她有感觉的事告诉了她，所以她才有了信心和勇气。吃的药或许有催眠作用，我有点昏昏欲睡，拉着我到床上躺下，孙旭帮我掖了掖被角，就坐在一旁静静地看着我。我被看得有些害羞，但也没有移开目光，看着这段时间一直盘旋在脑海里的面孔。这些年，他总是在我需要关心照顾时就出现在我身边。那时几次来大姨妈肚子疼，他逃课去外面小吃店给我煮红糖姜水，然后用保温壶装好，让叶妹给我带来。我心情不好时，他总是陪我在田径场上一圈又一圈地走。每次陪我们一起去爬山，他总是负责我所有的行囊，还会为我准备各种我喜欢的零食。就是这样一个人，这3年多一直陪在我身边，拒绝了一个又一个向他示好的女生。这个狡猾的人用温柔的网包围了我，让我不知不觉中陷落。待我发觉时，已再也逃不开。此刻我却发现，我也不想逃开。孙旭陪了我一整天，晚上才回了同城。离去前还不忘交代我多喝水，早晚多穿件衣服，照顾好自己，别再生病了。有事给我打电话，我会赶过来。忍住想让他留下他的话，我朝他挥了挥手道了别。孙旭走后，我感觉这房子顿时空荡了起来。我居然这样舍不得他，幸好马上就要回同城了。回到同城，孙旭来接我，在公寓楼下遇到了半年未见的苏泽轩。这半年里，他常给我发信息，分享生活中的点滴。他已经很努力，把自己的喜欢展露到我的面前，一如从前我对他一样。只是如今的我已不能给他想要的回应。那些年他给我带来那么绵长的伤痛，在孙旭一次次温柔的陪伴中疗愈，我的心早就在不知不觉中被暖阳给融化，怎么还会向往冰山的冷峻？我和他点点头，拉着孙旭就走了。进了公寓门，孙旭有些闷闷不乐的。我猜他是因为看到了苏泽轩，或许在担心我会被苏泽轩拐跑。他纠结了半天，终于问道：“兰心，你能不住在这吗？”“那我去哪住？我也没有其他房子了。”“我有一房一厅，市中心，给你住。”“我一个人住吗？”我笑着看着他。孙旭有点不明所以，看着我带笑的眼睛，忽然反应过来：“那你和我一起住？”孙旭试探道。我微笑地看着他，略带羞涩的轻轻地点了点头。孙旭脸上表情从震惊慢慢变成了惊喜，一把把我抱了起来。我搂着他的脖子，仰着头看他，他的眼中倒映着我一个人。他把我放下，缓缓地低下头，轻轻地吻上我的唇。不知吻了多久，孙旭才停下来。这个吻，我真的期待好多年了。我爱你，兰心。孙旭，我也爱你，也谢谢你这么多年来一直守着我。是夜，窗外星光摇曳，室内花香流转，我们在花浪推涌间融化了彼此。第二天，孙旭直接就请了假，帮我收拾行李，让我今晚就搬过去他那，一天也不愿意让我住在这个苏泽轩随时会出现的公寓楼里。收拾完东西，孙旭牵着我的手走出了门。门外站着苏泽轩，貌似一夜没睡。他看着孙旭牵着我的手，应该是明白了什么。他红着眼，哑着声说：“兰心，你和孙旭在一起了。”我点点头。学长，我相信你对我是真心的，
但我想，我们终究还是有缘无分吧。愿你早日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。看着苏泽轩难过的样子，我有些不好受。孙旭忽然握紧了我的手，我抬头看向这个在漫长岁月里用自己一颗充满爱意的心，一笔一画耐心地在我心里刻下印记的男人，起伏的情绪瞬间被安抚，嘴角抑制不住上扬起幸福的弯度。而他一如这些年里看向我的每一次，对我露出了充满着爱意的微笑。后来，孙旭问我为何我会选择他，我搂着他的肩膀，巧笑嫣然。这个问题的答案很长很长，就藏在你陪伴我的那些时光里。也许是因为你从来都舍不得让我难过，总把我的开心当成最重要的事；也许是你小心翼翼地把我放在心里，不想让我察觉，却还是不经意流露；也许是我终于发现，有你在我身边的日子，才是旭日暖阳的美好晴天。所以，孙旭，牵你的手，陪你一直走下去，应是我这辈子最好的选择。